我们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实战考试的策略相关的东西。我们等一下还会把它结合起来，变成一个考试的总策略。现在看第4个重点，如果今天你有题目没写完，在数学不常发生，但是如果是在 Verbal 或 DI 亚洲考生常常发生，尤其是台湾考生，有写完的定义是你要按下 Next 加确定送出。好多同学跟我讲说，Dustin，我第23道题，我有点那个答案，我还没有按下 Next，我也没有按送出，这个叫做没有写完。没有写完的题目是怎么扣分的呢？官方有在去年的研讨会上公布没有写完题目的特殊扣分机制，积分它是从60到90，是总共有30个刻度。有些同学说，赵世颖为什么要从60开始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旧制是1到60，新制跟旧制是不能够去做对照的，所以他就为了区别，刻意的让旧制的30个刻度从60到90开始算，它实际上它是30个刻度。如果没有写完题目的话，他会把没有写完成的题目的比例乘上去，就扣掉这个分数。比如说，你20题里面有4题20%的题目没完成，那你就是被扣掉20%的积分，非常好理解。我帮你实际算出来，各科里面如果有1题没完成，会被扣掉几分。如果今天是数学，总共有21题，每一题没完成，扣掉1.4个积分。Verbal 每一题没完成，扣掉1.3个积分 ，DI 只是1.5个积分，大概都是1.5左右了。我们就要来看它对你的百分位有什么影响，你就知道多痛了。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数学有1题没完成被扣掉1.5个积分，我们从横轴来看，好，一个点就是1个积分，所以等一下就要走到半个点的中间。假设今天数学1题没写完，2个点的纵轴的差距大概就已经到7个百分位了。假设今天是 Verbal 1题没写完，看横轴我们往后退1.5个百分位，纵轴就已经差了15个百分位。这个差距超级大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，如果今天你不是没写完，最后有写但是写错的话，绝对不会到10几个百分位，顶多1、2个百分位。但是如果你让它进入到没有写完的扣分机制，那就完蛋了，一定是动辄扣1.5个积分，百分位非常大，至少是5到15个起跳。我的建议就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题目写完，就要用连猜的，你也要把它猜完。